1300多年前，一群神工巨匠在中华大地上雕凿出巨大的眼睛、耳朵、鼻子、嘴巴、手臂和腿脚，由此组成了古代世界最大的佛像。它有多大呢？假如它在北京，在西安，在上海，事实上，它在四川乐山。乐山大佛通高71米，是古代世界最高的佛像。修建如此巨佛，古人是如何做到的？又为什么是乐山？这一次，星球研究所和 ROG 玩家国度一起，利用 ROG 幻16 Air 的强大算力，重现这尊中国巨佛的诞生过程。公元713年，大唐开元元年，乐山大佛正式动工，工匠们聚集山顶，凭借小小的斧凿劈开大山。但依山凿出的佛头低于山顶，山顶信众将俯视大佛，并不恭敬，怎么办？加高！大佛额头以上被堆上高高的石料，随着碎石不断掉落山崖，6米长的耳朵可以站立2人的耳朵眼，2到3米长的眼睛和嘴巴，3.2米长的鼻子，组合成大佛的头部，再插入预制好的1051个石质发髻，佛头制作完成。今天，所有来到乐山的人都能在山顶与大佛平视。大佛虽大，却由于佛头高出山顶而变得平易近人。我替大家摸摸佛头，万事不愁。之后，7到8米长的大手，6.8米宽的大脚也雕凿成型。胸部还开凿出密室，放置佛教宝物和经卷。再之后，外部贴金，形成黄色袈裟，下方还雕凿出巨大的莲花宝座，再加上2旁天王守护，形成一组巨佛的世界。那乐山大佛为什么不采用8米阳大佛那样的站姿，而是用了坐姿呢？我们借助 AI 的力量，看一下站立的效果。还是坐下吧。毕竟71米的高度，坐下结构就稳当多了。而从更大的视野看，乐山大佛的选址本身就形如巨大的睡佛。以山为佛，佛中有佛，共同俯瞰大江滚滚。那么，为什么要修建大佛呢？它真正的初心，其实是大唐从民间到官方，历经几代人长达90年，接力完成的水利工程。岷江自成都平原南下奔流，在乐山接纳大渡河、青衣江3江交汇，然后共赴长江，形成古代四川交通的大动脉。但是3江交汇，激流澎湃，船只遇险，时有发生。来自贵州的僧人海通，决心借助神佛之力降服巨浪。那是唐玄奘《大唐西域记》广为流传的年代。书中对阿富汗高达55米的8米阳大佛的描述，让无数僧人心生向往，也让海通心中浮现出了一个更宏大的愿景：我要在乐山建造一尊更高的巨佛，永镇3江波涛，护佑苍生。从此，海通踏遍千村万户，化缘筹资，组织工匠开凿大佛。当大佛的头部和肩部初具规模时，他却因积劳成疾，溘然长逝，工程被迫停工。再之后，唐玄宗和他的节度使张筹坚穷，唐德宗和他的节度使韦高，相继发现这项工程的巨大价值。当时大唐正在西南与吐蕃南诏激烈对抗，
保障水路畅通尤其重要。他们或拨出税款，或捐出俸禄，资助大佛修建完成，前后历时共90年。一方面，修建过程中凿落的巨石填入江底，的确消减了水势；另一方面，这项水利工程不仅是修建在山上，更是修建在人的心中的。往来的水手望见大佛，便更有了底气抵御风浪。大佛也在无形中成了大唐向吐蕃、南诏展示国力的最佳广告牌，一个全新的大唐地标。但是，四川的气候远比西北中亚湿润，大佛又怎么经得起千年的风雨侵蚀？再加上历史上无数次天灾人祸，巴米扬大佛已经荡然无存，乐山大佛又是如何保存至今的呢？如果说大唐90年接力建造是乐山大佛一生的第一阶段，那么中华1200年的接力守护就是乐山大佛一生的第2阶段。后世在维护大佛时，重点考虑的就是风雨侵蚀。不知何年何月起，大佛的鼻子、耳朵都是以木材制作内部结构，外部则施以耐久稳定、抗雨水冲蚀的垂灰保护。此外，后世还在大佛的头部、胸部制作了排水沟，耳朵后面、脖子后面、胸部后面都有洞穴，可以引导山体中的水流排出，形成一个巧妙的3层排水系统。更重要的是，看那边，一个个方形孔洞，这意味着大佛外面还曾经有一个更加巨大的木质楼阁——大象塔。它不仅可以在各个高度提供礼佛空间，还可以让大佛免受风雨侵蚀。之后的漫长岁月中，人们倾心修缮维护大象塔，直到最后一次被毁，再也没能重建。大佛完全暴露在风雨之中。1899年，当人们为大佛拍下第1张照片时，它已经变成了这样：可怜势利风霜骨，消却金衣变草衣。新中国成立后，大佛又历经多次大规模修缮，才有了今天的模样。所以，相比无数消失在历史烟云中的遗产，乐山大佛的存在是我们的幸运。这种幸运是大唐90年的接力建造，更是中华1200年的接力守护。三江水拍打的不是冰冷的岩壁，而是一个民族在时光长河中接力完成的文明图腾。